The richest girl in the world is trying to avoid a blind date arranged by her family. She comes to the blind date dressed as a village girl. In his original blind date, is the crippled CEO in front of her. But the girl goes straight to the rich kid seat. And doesn't he expect to be looked down upon by the rich heiress? He says that a poor girl like her is not good enough for him. You're ugly and poor. We can't be together. At this moment, the CEO is still looking forward to the woman he's been in love with. The woman he's been in love with for years. Unbeknownst to him, she's a money-grubbing woman. At the very first meeting, she criticizes the CEO for being handicapped. When she sees the CEO answering a phone call, she mistakes her for a pretentious hypocrite. Although the CEO tries his best to explain and use the most sincere words, expressing his feelings for the woman for years, but he can't change the woman's dislike for him. She slams the cup on the table in anger and says arrogantly, "A relationship without a material foundation is worthless." 谁要你贷款的臭钱啊！我告诉你，要不是看在你在网上给我花那么多钱的份上，我根本就不会来欠你。没想到现在还有这样痴情的傻男人呢。喂，喂，我跟你说话呢，我是金海陆家的少爷，而你不过是村里来的村货而已，我们不可能。狗眼看人低，你以为谁都能看得上你这条癞蛤蟆呀？虽然我们一直在网上相识，但以前的你热情、善良、仗义，现在的你陌生的让我根本认不出来。废话，只要落这个昵称的账号，我刚买来不到1个月，当然可以认识两个人有缘，那都是一厢情愿，骗得了谁啊？我告诉你，没有任何一个女人愿意嫁给你这种落情前辈的货色。我陆明是人中之龙，天上之玉，而你不过是地上一滩烂泥，谁会娶你？谁说没人嫁的？我就愿意娶她。吹过的街头，臭村姑，你确定？他可是个没钱没势的货色。我呢，只看到一个深情又愿意给另一半花钱的好男人。这样的好男人啊，打着灯我都找不到，也就你这样心比天高的势利眼才会眼瞎。哎，没残废，就这么一个又贱又丑的村姑，难不成你真要娶她呀？人生本就不分高低贵贱。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这可是亘古不变的道理。也就你们这种下等人会说这种话安慰自己。说的不错，陆家陆明，美女怎么称呼？路上的大名不会挂了，我叫唐欣然，叫我欣然就行。欣然，你们不是看对眼了吗？那真好啊，祝你们新婚快乐！你确定要我娶她？不得，但爱从不会错过，绝配啊！你的笑容又在心跳为你而开。 The president never dreams. The girl who looks like a village girl just now has become so beautiful after dressing up. She has become so beautiful. The CEO can't take his eyes off her. But then the girl questions the CEO whether the CEO had impulsively married her on a whim. It's more because my family is pushing me to get married. 你如果跟我结婚，住处我来提供，生活费我也一并承担了。我现在被佩国的王子纳尔斯的追杀，而且将军那群人借着说结了婚才能继承家世。反正娃娃亲也没了，正好缺个结婚对象。如果你不愿意，
那我就不勉强了。哎，两位先生看好，茄子。顾总，就算您是网恋失败，你也不能随便拉个人就结婚吧？家里催得紧，更何况娶不到我爱的白富人，娶我的身份不用告诉你，尽快买套房。是。哎，你这样看着我干什么？你今天这套衣服，既然嫁给了我，我就会养你，你不必担心。你养我？你知道我是谁？等下，他只是个普通人，让人知道我的身份，对他也有威胁，还是不好。我的意思是，既然我已经嫁给你，那绝对不会出你错。现在养你吧。养我？你一天能挣几个钱？上一单这个富豪赚的不多，也就一套方程一品吧。走吧，我带你去。好。这套房子南北通透，是这一片卖的最好的东西，用来当婚房正好。我看这附近还有学校，这学区房的租金应该不低吧？这点租金我还是负担得起的。怎么样，房子喜欢吗？喜欢，我非常满意。这比我之前在山上还没有住过这么温馨的房子。那你吃什么？住在哪儿？就靠山吃山，靠水吃水呗。再说，山里边那么大，我想住哪儿就住。师傅留给我的山顶别墅，别提多舒服。要不是迈尔斯人追杀我才不下山呢。看来他之前过得并不好。你放心，以后有我在，绝不会再让你过那个。对了，我让人添置了些日用品，你之前住的地方还有什么需要收拾的？我腿脚不方便，就不能帮你搬了。不过我可以叫人。没关系，我也就那么点东西，我自己去拿就行了。腿脚不方便就别乱跑了，我很快就回来啊。天凉了，别感冒了。我走了。等一下，地址发我，等下我让人开车去接你。顾总，除了平常您最关心的那个露露小姐，您倒是第一次对其他姑娘这么温柔。喂，小叔，我现在在华谊天府拍卖会，我听主办方说晚上会拍卖可医治百病的造字天珠，说不定能治你的腿疾呢。知道。顾总，您现在要去参加拍卖会啊？老夫人知道您结婚的消息，可哭着喊着要见新夫人。不急，现在拿下天珠更为重要，何况江心竹刚刚对我也不错，买下这个就当做送他的礼物吧。顾总对太太真好，
太太善良又热情，和顾总那么匹配。如果太太就是洛洛小姐就好了。对了，我觉得这儿应该添些家具，你去搬一下，马上安排。带我去。这座。老大，是我。林东，你又搞好戏。你能躲过迈尔斯的猫舌追杀，我就不是很好奇，你身手是不是进步了？说吧，找我什么事？本来想跟你说，迈尔斯的事我警察局调查，我不然你会收用。无所谓，反正我现在已经结婚了，迈尔斯是找不到我。什么？老大，你不是才第一次见未婚夫吗？就把自己给嫁出去了？本来就是要继续结婚的，只不过出了点意外，给阿青那门婚事把这给退了。那你嫁的人是？我嫁给了一个很像我认识的朋友陈州的一个男人。迈尔斯的手下现在在承认我的游戏账号会暴露我的 IP， 逼不得已，我只能把账号给卖了。可惜了，都没有来得及跟陈州的人谈。老大放心，我会尽快查出是谁先的。还有什么事？哦有，最近华谊天府举办拍卖会，压轴的拍品是一个放红配。你不是喜欢收集珍稀的宝贝吗？这可是上好的礼，要不要拿下？算了吧，我拿着又没什么用，还是把它留给有用的人吧。没什么事，你们先走吧。顾总，那不是夫人吗？她怎么身边还有个男的？该不会是她前男友吧？顾总，您有事叫我啊？那个人是谁呀？那个人是谁啊？哦，一个朋友，不重要。一个朋友，也不重要。你受欺负了，有没有受伤啊？没有，我怎么可能受欺负？看来他以前总是被欺负。对不起啊，要不是我患有腿疾，今天搬家也不会让你受欺负了。你别自责了，我真的没有受欺负。对了，说到你的腿，我看并没有肌肉萎缩的情况，还有医治的余地呢。你为什么不找名医看一下？家里给我找了许多名医来诊断，都束手无策。他们说，假如能找到万皇神医的话，或许还有治愈的希望。只不过一直没有他的下落。巧了，鼎鼎大名的万皇神医就在你面前呢。我看呢，你的腿并没有伤到腿部神经，还有医治的余地，帮我信任吗？那么多名医都束手无策，难不成你要给我用乡下的土方子？不信我？行，你要是不相信我的话，我就给你按几个穴位试试。如果没有立即见效，我保证以后再也不提给你医治腿，怎么样？这个呢是阳陵泉穴，按压它可以疏通腿部经络，刺激腿部神经。这个是阴陵泉穴，两个同时按可以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怎么样，有知觉了吗？有点痛。我的腿有知觉了。现在总该相信我说的话了吧？你学过医？也就是在山上跟师傅学过点皮毛。好吧，你先回去吧，我要去趟公司。看来他不相信我，不过要想100%治好他的腿疾，
最好有天珠路遥。那就去一趟拍卖会吧。需要我送你吗？不用了，我的朋友会送我。你先回去休息吧。我记得这场拍卖会的幕后陈老板之前被我救着，还给了我一张全场免单消费卡。看样子今天不用花1分钱就能够拿走天珠。欢迎顾总，欢迎顾总。这回啊，以后不用了。哎呀，排面嘛。陆少，谢谢你带我来参加拍卖会。这还不是因为你刚刚很棒的表现才换来的奖励吗？啊？陆少，你真太……我还是第一次看到这么好的车牌，不知道车主是何方神圣啊！这可是京海第一豪门，顾家唯一继承人顾少的专属路车。要不是因为他来，我也不会来参加拍卖会。原来是那位刚回国却神龙无间首尾的顾少，要是我能提交到顾少就好了。走，我们也参加。这破牌弯弯绕绕，这谁设计？顾总，这背影好像太太啊。这儿是没有邀请的，不能进来。他怎么了？霍景恒，讲不清楚。你怎么在这儿？我在这上班啊。穿成这样是吧？你不懂，我是爷。你呢？我说怎么闻到一股馊味呢？原来是京都来了呀！陆景恒，你该不会为了和我赌气，真的指着这个村姑吧？我当时是，原来是满嘴喷粪的东西，这馊味儿是从你们出来的。江金竹，你该不会是被我退婚之后，实在没人要，只能嫁给这个残废？哟，这年头，癞蛤蟆都有人上赶着倒贴。你一个村姑嫁给了残废，这下半辈子都得伺候你。你张过什么？我们呐，不跟垃圾不成的。走了。看你们这穿的人模人样的，不会是要来参加高档拍卖会的？看不出来吗？这人呐，又有自知之明。像你们这种上档排名的下作人，还好意思来参加这种高档拍卖会？恐怕是一个砖都买不起吧。什么人？也就像我们路上这样年入100万的富二代，才能资格来参加。看在我们相处两年的份上，我不愿和你计较。但你我二人就此，希望你以后好自为之，别再有纠缠。你胡说什么呢你？谁跟你相处2年了？跟你认识2年的人可不是我。你说什么？你不是洛洛？你把我对象叫洛洛？你不是洛洛，你怎么会有他的账号？那账号是我1个月前买的，看在你不停的给我充钱的份上，陪你玩玩。没想到我当真了。上个月，那不就是我卖号的时候？原来并不是被你骗，
而这头竟然冒充了。上个月我们还聊得好好的，他怎么会突然卖号呢？我问你，你上个月什么时候买的账号？你管我什么时候买的账号？反正我是月底前才当的账号，我跟这个郭景航可没有什么纠葛。我月初就买的账号，而且我的网名是单字落，看来只是巧合。尽快找人联系一下我，他把账号卖了，绝对是遇到什么麻烦，尽快让人找到他。那您这边？这边不需要你，快去。哎，不会你话，我什么时候卖的账号跟你有什么关系？还是操心自己的事情吧。这老公心里却装着别的女人。我老公这是重感情，总比某些人又当又立，拿了别人的钱还侮辱自己。你算个什么东西？轮得到你在这伸张正义？顾景航虽然是个残废，但好歹是个正常人。你一个村姑，有些老鼠。别生气，就你们两个还想参加拍卖会，你们恐怕是连大门都进不去啊！我要是都进不去的话，那你们这种连人都不如的，更不可能进去了。要让你们失望了，今天我不仅能进去，我还能让他们请我进去。收这么大的房，一会儿怎么收场？算了，还是我来吧。云灯，我要参加华谊天府的拍卖会，转告他们老板，派人出来接我。哎呀，村姑，你当这是你的山沟沟呢？能让你在这里撒野吹牛？你们还不知道，这场拍卖会可是贵宾制的，看到没？只有收到邀请函的贵宾才有资格来。你们知道这场拍卖会是什么规格？能被拍卖会亲自邀请的人都是非富即贵的大人物，而你们，一个是身份低贱的村姑，一个是毫无背景的残废，都是这个社会最底层的垃圾而已。你们连这个大门都不配进去，还想要拍卖会的人亲自邀请你们进去，简直就是异想天开。说累了吧？啊，等着瞧吧。我们瞧什么呀？瞧你像狗一样被人丢出去吗？啊？小狗，你说说你，虽然是个残废吧，但长得也算是一表人才，怎么娶了这么一个目中无人的村姑啊？哎呀，你看他在这里发疯，你不嫌丢人啊？我觉得我妻子别担心，有我在，会有人我没事，就是觉得与某些狗都不如的东西拉低了拍卖会的档次。你说谁是狗？你一个村姑，你想触摸到你这个阶层永远触摸不到的东西，看到了吗？你我之间啊，那是云泥之别。就是那下水道里的老鼠，也配跟我相提并论。残废，我劝你赶紧带着你的村姑老婆离开，要不然等会儿被人丢出去，可就颜面尽失了。我看呢，是应该找人把他们赶出去。来人，把这两个扰乱会场秩序的人给我拖出去。快走！今日老李看到哥，你们担当得起吗？住手！谁让你让这个邻居不进来？您就是江小姐吧？您就是顾先生吧？不错，江小姐，我们老板吩咐了，把您带到 VIP 室。顾先生，我们老板你说了，谁敢阻拦你，那就打断他们的腿。两位经理，你们为什么要对一个残废和村姑如此恭敬啊？是
是啊，两位经理，你们搞错了吧？她就是一个连贷款都还不上残废啊！更别说这个女人了，她就是一个没权没钱没背景的村姑。住口！不好！他们是我们华裔天府的贵客，休得无礼！再敢对我们的贵宾无礼，打断你们的腿！二位，请随我来。请。什么贵客？我看他们就是鱼目混珠，欺骗主办。我想看看他们在拍卖会上还怎么装。谢谢。好。路上那几位不是平时只能在财经频道上看到的万章控股的江通总裁，还有皇家大小姐黄经理吗？算你有点眼力劲儿。瞧见中间那个是京海商会的创始人宋晴天宋会长，他们三个可是掌握了整个京海的经济命脉。那青海第一豪门顾家呢？顾家已然凌驾整个帝都，更何况区京海，他们三个在顾家面前也不过就是蝼蚁。不过我们要想分一杯羹啊，还是得先去找他们拜码头。走，打招呼去啊！你是经理，回头告诉你。你呢？一会儿告诉你。等找到路，我和他这种权宜之计的婚姻也该结束。下次再来参加拍卖会时，可得给主办方好好嘱咐，别什么阿猫阿狗的劲。哎呀，你们可小心一点，可别沾上穷酸味了。这跟狗皮膏药似的，甩都甩不掉啊！欢迎诸位前来参加华裔天府的拍卖会。我宣布，本场拍卖会正式开始。30万，30万，60万，60万，成交，130万，130万一次，130万两次，成交。现在展出的是本次拍卖会的压轴品——藏龙天珠。起拍价200万。什么破珠子，200万！这是传说中能包治百病的藏族天珠，据说就连绝症都能治愈。我父亲派人寻找了许多年，都毫无结果，没想到竟然能在这里看见。还有这么珍贵吗？看来